我今天先从一个让我至今难忘的案例说起。10年前，有位姓周的先生找到我，说他母亲去世后第5天，家里接连发生怪事。先是母亲生前常坐的藤椅，每天夜里都会自己晃动；再是母亲的梳妆台上，那盒用了30年的雪花膏，总在清晨被打开盖子。最让他害怕的是，第7天夜里，他清晰听见母亲的声音在喊他的小名，还闻到了母亲煮陈皮茶的香气。周先生以为是自己思念过度产生幻觉，可家里的保姆、孩子都有同样的感受，他这才慌了神，托人找到我。我到周家一看，就知道这是典型的头七归魂，未得其所。按照我多年研究的阴阳理论，人死后并非一了百了，中医讲形神相依，形骸虽灭，神魂需7日才能与肉身彻底剥离，这7日便是魂归期。这里要特别说一句，中医对7日的讲究并非凭空而来，《黄帝内经》中7日节律贯穿人体生命史中，从胎儿发育到气血循环，再到病愈康复，都与其相关。人死后神魂剥离也遵循此律，是因为人体气血需7日才能完全消散，而神魂依附气血存在，气血散则神魂才能脱离肉身，这便是头七归魂的生理与神魂层面的理论依据。而魂灵归家，核心不是为了告别，是为了取走3样与自身神魂绑定的东西，少一样都无法入轮回。我让周先生仔细回想，他母亲生前最在意什么，常翻看什么，从不离身什么。周先生想了半天，说母亲最宝贝的是外婆留下的银镯子，每天都要擦3遍。藏锁在抽屉里的是一本泛黄的账本，记着家里几10年的收支，还有一个紫檀木盒子，里面装着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和书信，从不许外人碰。我让他去检查这3样东西，结果发现银镯子还在首饰盒里，账本却从抽屉移到了书桌一角，紫檀木盒子的锁是开着的。我告诉周先生，这是他母亲的魂灵在找东西，只是阴阳有隔，他拿不走阳间的食物，只能扰动气场。这里涉及中医气场学说，每个人生前都会形成独特的人生气场，与常接触的物品产生能量连结，死后神魂虽离肉身，但与这些物品的气场连结仍在。魂灵通过扰动气场来触碰物品，本质是在尝试切断这份能量连结。后来我叫他按古法，在灵前摆上这3样东西，点上3支艾草香。艾草在中医里有通阳化浊之效，能打通阴阳气场通道，帮助魂灵感知灵物。念诵孝经片段，告诉母亲勿以备好，安心前行。当天夜里，周家再没出现过怪事。第2天清晨，那盒雪花膏的盖子自动合上了，这便是魂灵取走灵物的信号，说明气场连结已切断，神魂得以继续前行。很多人不明白，为什么魂灵非要取这3样东西，这就要从中医的神魂理论说起。中医认为，人有3魂7魄，3魂即胎光、爽灵、幽精，分别对应人的生命本源、智慧、灵性、情感记忆。7魄则对应人的喜、怒、哀、惧等7情。这里要区分魂与魄的不同，魂属阳，主精神活动，能脱离肉身存在；魄属阴，主生理功能，随肉身消亡而消散。人死后，7魄随肉身消散，3魂却需携带魂签、命引、业镜3样灵物，才能进入轮回。这3样东西不是实物，而是人在世时情感、行为、业力附着在特定物品上形成的灵香，就像影子离不开形体，魂灵也离不开这3样灵物。胎光魂需业镜映照业力以定轮回方向，爽灵魂需命引记录行为以明因果，幽精魂需魂牵承载情感以断阳世牵绊，三者缺一，神魂便会残缺，无法进入轮回通道。先说说魂牵，它是幽精魂的寄托，对应人最深的情感执念。我还遇到过一个案例，有位李女士，她丈夫因意外去世，头七那天，家里的钢琴半夜自动弹出了月光曲，那是她丈夫求婚时弹的曲子。李女士以为是丈夫不舍，哭着守在钢琴旁，可连续3天夜里，钢琴都会准时响起，甚至有一次，琴盖还自己合上，砸到了她的手。她找到我时，手上还缠着纱布，说感觉丈夫的怨气很重。我问她，丈夫生前有没有特别珍视的和月光曲有关的东西？她想了很久，说丈夫有一本琴谱，是她老师传下来的，上面有很多笔记，她走之前还在修改月光曲的指法。这里要注意，魂牵的核心是情感连结，而非物品本身。琴谱因承载了丈夫对音乐的热爱，对求婚的记忆，才成为魂牵的载体。我让她把琴谱找出来，放在钢琴上，再摆上一杯丈夫爱喝的龙井，通过熟悉的气味进一步强化气场连结，帮助魂灵定位魂牵。当天夜里，钢琴只弹了一段就停了。第2天早上，琴谱上多了一片干枯的桂花，那是他们第一次约会时丈夫摘给她的，后来一直夹在琴谱里。这就是魂牵的作用，它承载着人最放不下的情感，魂灵取走它，才能斩断与阳世的情感牵绊，
否则就会一直困在执念里，既不能轮回，又会扰乱家人的气场。就像钢琴自动弹奏，本质是魂灵的情感执念扰动了钢琴的气场，若不及时处理，李女士可能会因长期受负面气场影响，出现失眠、心悸等症状。再讲命引，它对应爽灵魂，是人生轨迹的记录者。去年有个做药材生意的张老板，他父亲去世后，头七那天，库房里的账本全被翻了出来，散落在地上。张老板以为是进了贼，可门窗都没坏，监控也没拍到人。他父亲生前是个老中医，一辈子攒下了几十本药方账本，还有一本记着药材来源的诚信账，上面写着哪些药材是野生的，哪些是种植的，甚至还有客户的身体情况和用药反馈。张老板说，他父亲最看重这本诚信账，常说做药就是做人，账不能错，心不能歪。这里的诚信账之所以成为命引，是因为它记录了父亲一生的职业选择与道德坚守，每一笔记录都是爽灵魂认知自我行为的凭证。我告诉张老板，这是他父亲的魂灵在找命引，也就是那本诚信账。魂灵找不到命引，就无法确认自己一生的行为轨迹，爽灵魂会陷入混乱，进而通过翻动账本这种方式，试图唤醒对过往的记忆。后来他在父亲的书房抽屉里找到了账本，锁在一个铁盒子里，盒子上还有父亲的手印。手印是人体气场残留最明显的部位，父亲锁盒时，气场已与铁盒绑定，这也是魂灵能感知到盒子位置的原因。他把账本放在灵前，当天晚上，库房里的账本自己归位了。第二天早上，铁盒子上的手印消失了。这就是命引的意义，它记录着人一生的选择和行为，无论是善是恶，魂灵取走它，就是要带着自己的人生轨迹去面对轮回，接受下一世的因果。如果命引找不到，魂灵就会一直纠结于过去的选择，甚至会回到生前的地方，重复做某件事，比如翻账本、写药方。这就是民间常说的鬼魂作祟，其实是魂灵被困在了命引的执念里，而这种执念产生的负面气场，会让家人出现注意力不集中、做事不顺等问题。我还遇到过一个关于命引的特殊案例，主角是一位姓马的老木匠。马木匠生前手艺精湛，尤其擅长做榫卯结构的家具。他去世后，头七那天，家里的工具箱被打开，刨子、凿子等工具散落一地，甚至有一把锯子自己动了起来，在木板上划出了一道浅痕。马木匠的儿子找到我时，手里还拿着那块木板，说父亲生前最在意这把锯子，用了30年，说锯子的齿纹里都藏着匠心。我告诉小马，这把锯子就是他父亲的命引。锯子见证了马木匠一辈子的手艺传承，每一道齿痕都对应着一件作品，是他人生轨迹的实物记录。后来小马把锯子放在马木匠生前常工作的木工台前，还摆上了一件马木匠没做完的小凳子。当天夜里，工具箱里的工具自己归位了。第二天早上，那把锯子的齿纹看起来更亮了，像是被人仔细擦拭过。小马说，那天晚上他梦见父亲坐在木工台前，拿着锯子在做凳子，还对他说手艺不能丢。这就是命引发挥作用的体现。魂灵取走命引后，不仅能安心轮回，还会将生前的执念转化为对家人的嘱托。这种正向的气场影响，能让家人更好地传承逝者的精神。最后是业镜，它对应胎光魂，是人生业力的镜子。这是3样东西里最关键也最容易出问题的。我早年在乡下义诊时遇到过一个特殊的案例，有个姓吴的老太太，生前特别刻薄，经常欺负邻居，还把别人家的菜地挖了种自己的菜，甚至在村里的井里扔过脏东西。她去世后，头七那天，家里的镜子全碎了，包括梳妆镜、穿衣镜，甚至连老花镜的镜片都裂了。她的儿子找到我说，家里每天晚上都有哭声，像是老太太的声音，又像是小孩子的声音。我到他家一看，就觉得气场不对，进门就觉得冷，即使是夏天也得穿外套。这是业镜受损后负面业力外泄形成的寒气场，中医认为寒主收引，这种气场会让人感到阴冷，长期接触还会导致气血凝滞，引发关节疼痛等问题。我问他，老太太生前有没有特别在意的镜子？他说老太太有一面铜镜，是她嫁过来时戴的嫁妆，她每天都要对着铜镜梳头，还说这面镜子能照出人心。这面铜镜就是业镜，因为老太太生前作恶多端，铜镜上已附着大量负面业力，成为业力载体。我让他去找这面铜镜，结果在老太太的棺材里找到了。原来下葬时，他儿子觉得铜镜值钱，就偷偷放进去了。棺材是阴气场聚集之地，铜镜在里面会进一步吸收负面能量，导致业力失控，进而引发家里镜子碎裂，出现哭声等异象。我让他把铜镜取出来，用艾草水擦干净。艾草水能净化负面气场，减少业力附着。放在灵前，再烧3炷香，念诵太上感应篇里的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，引导老太太的魂灵正视自己的业力。当天晚上哭声停了，第二天早上铜镜上的铜绿掉了一层，
露出了里面的花纹，看起来特别干净。这就是业镜的作用，它能映照出人生的善恶业力。魂灵取走它，就是要带着自己的业力去轮回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如果业镜被藏起来或者损坏了，魂灵就无法面对自己的业力，要么会变得凶恶，扰乱阳世，要么会一直痛苦，无法解脱。可能有人会问，为什么有的人头七没出现这些怪事？那是因为灵物已被魂灵顺利取走，或者魂灵没有强烈的执念。但如果遇到魂灵取不走灵物的情况，不仅魂灵受苦，家人也会受影响。比如我之前遇到的一个案例，有个姓郑的女士，她女儿因抑郁症去世。头七那天，女儿的房间里传来了打字声。她女儿生前喜欢写小说，有一台笔记本电脑，里面存着没写完的稿子。郑女士因为伤心，把电脑锁在了柜子里，还换了密码。结果连续1个月，每天晚上都有打字声。郑女士还经常梦见女儿在哭，说稿子没写完，走不了。这里的未完成的稿子就是魂牵与命引的结合体。稿子承载了女儿对写作的热爱，魂牵也记录了她未完成的人生目标。命引，郑女士锁上电脑，相当于阻断了魂灵与灵物的气场连结，导致魂灵被困。后来我让她把电脑打开，把稿子导出来，打印出来放在灵前，再告诉女儿稿子会帮你发表，你放心。通过承诺完成心愿的方式，帮助魂灵切断执念。当天晚上打字声停了，郑女士也没再梦见女儿哭。这说明灵物的形式是多样的，不一定是实物，也可能是文字、声音，甚至是一个未完成的心愿。只要魂灵能取走这份执念，就能顺利轮回。还有人问，要是遇到邪恶的魂灵，比如生前作恶多端的人，他们的灵物会不会有问题？确实会。我10年前遇到过一个案例，有个姓赵的恶霸，生前抢过别人的钱，还打残过邻居。他去世后，头七那天，家里的门窗都被风吹得哐哐响，还传出了打骂声。他的儿子找到我，说家里的东西总被打碎，甚至有一次，他儿子的孩子突然发高烧，说有个坏人在掐我。我到他家一看，就觉得气场特别浑浊，墙角还有黑色的影子在晃。这是恶业气场的外在表现，黑色影子是负面业力聚集形成的业障相，会直接影响家人的健康，尤其是孩子，气场较弱，容易被业障相侵扰。我问他，赵恶霸生前有没有特别在意的东西？他说赵恶霸有一个金镯子是抢来的，还有一把刀是他打人时用的。我告诉他儿子，这2样东西就是业镜和命引。金镯子是抢来的，附着了受害者的负面情绪，成为业镜；刀是打人工具，记录了赵恶霸的暴力行为，成为命引。因为赵恶霸生前作恶太多，业镜已经变成了恶镜，命引也变成了凶引，魂灵取走他们，就会带着恶业去轮回。但如果取不走，就会变成恶魂，伤害家人。后来我让他把金镯子还给原来的主人，通过物归原主来化解部分恶业，把刀埋在山上，再请道士做了一场法事，超度赵恶霸的魂灵，让他认错忏悔。半个月后，家里的怪事停了，孩子的病也好了。这说明即使是邪恶的魂灵，只要灵物得到妥善处理，魂灵认错忏悔，也能减少恶业的影响。否则不仅魂灵会变成孤魂野鬼，还会连累家人。这就是民间常说的恶有恶报，祸及子孙。从中医理论来讲，头七归魂的本质是神魂归位的过程。黄帝内经里说，人始生，先成精，精成而脑髓生，骨为肝，脉为营，筋为刚，肉为强，皮肤健而毛发长，骨入于胃，脉道已通，血气乃行。这说明人的生命是形与神的结合，形灭而神存，神需7日才能与形彻底分离。这7日就是神魂调整期。这里要深入解释7日分离的原理。人死后，气血会按照7日节律逐步消散。第1天气血聚于头部，第2天聚于颈部，以此类推。第7天气血聚于足部，随后完全消散。神魂依附气血存在，气血在哪个部位，神魂就会停留在哪，直到第7天气血消散，神魂才能彻底脱离肉身，进入魂归期。而魂牵、命引、业镜3样灵物，就是神魂与形骸连接的纽带，魂灵取走它们，就是要切断这份纽带，才能进入下一个轮回。如果这3样东西出了问题，比如被藏起来、被损坏，或者魂灵找不到，神魂就会一直停留在阳世，既不能轮回，又会扰乱形的气场，也就是家人的身体和生活。所以对待头七归魂，不能害怕，也不能忽视，要理解魂灵的需求，帮助他们找到灵物，斩断执念，这样才能让魂灵安心轮回，家人也能平安生活。再给大家讲一个案例，有位姓林的老师，生前教了40年书，桃李满天下。他去世后，头七那天，家里的教案本全被摆在了桌子上，每本教案上都有一支粉笔。林老师的女儿说，她母亲生前最喜欢给学生上课，每天都要写教案，甚至退休后还经常梦见自己在讲课。我告诉她，
这是林老师的魂灵在找命引，也就是那些教案本。教案本记录了林老师40年的教学经历，每一页字迹都是他对教育事业的坚守，是爽灵魂认知自我价值的关键凭证。他母亲的命引记录着他一生的教育事业，魂灵取走他，就是要带着这份教书育人的善业去轮回。后来林老师的女儿把教案本整理好，捐给了母亲生前任教的学校，还在学校里建了一个小小的纪念馆。这种延续善业的行为，能进一步净化命引的气场，帮助魂灵更好地带着善业进入轮回。当天晚上，家里的教案本自己归位了。第二天早上，每本教案上的粉笔都变成了白色的粉末，这是魂灵取走灵物的信号。粉笔粉末象征着教育精神已化作无形的能量，传递给了更多人，也是善业得到延续的象征。后来林老师的女儿说，她经常梦见母亲在学校里讲课，笑容特别开心，这就是魂灵顺利轮回的表现，也是善有善报的印证。林老师的善业通过教案本的捐赠得以延续，他的魂灵也因这份善业在轮回中获得了更好的归宿。还有一个案例让我对业镜有了更深的理解。有位姓陈的老先生，生前是个医生，救过很多人，但他年轻时因为一次误诊导致一个病人去世，这件事他一直放在心里，直到去世前还在说对不起那个病人。他去世后头七那天，家里的药箱被打开了，里面的听诊器掉在地上，还传出了心跳声。陈老先生的儿子说，他父亲生前最看重那个听诊器，说这听诊器能听到病人的心跳，也能听到自己的良心。这里的听诊器之所以成为业镜，是因为它既见证了陈老先生救死扶伤的善业，也承载了他误诊的愧疚。业镜并非只映照恶业，善业与未化解的愧疚同样会被记录。我告诉他儿子，这是陈老先生的魂灵在找业镜，他心里一直愧疚，业镜映照出他的这份愧疚，魂灵取走他，就是要带着这份愧疚去忏悔，才能解脱。如果这份愧疚不化解，业镜就会一直处于浑浊状态，魂灵也无法安心轮回。后来陈老先生的儿子找到了那个病人的家属，替父亲道歉，还帮他们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。这种代父忏悔、弥补过错的行为，能帮助化解业镜上的愧疚能量。当天晚上心跳声停了，第二天早上听诊器上的锈迹消失了，变得特别光亮。锈迹象征着未化解的愧疚，锈迹消失说明业镜已被净化，魂灵带着化解后的业力顺利进入轮回。这说明业镜不仅能映照恶业，也能映照善业和愧疚。只要魂灵能正视自己的业力，无论是善是恶，都能顺利轮回。如果一直逃避，比如陈老先生如果没有道歉，魂灵就会一直困在愧疚里，既不能轮回，又会通过心跳声、药箱异动等方式提醒家人去弥补过错。我还遇到过一个关于业镜的温情案例，主角是一位姓许的老奶奶，生前是个裁缝，手艺好，收费还低，经常帮邻居家的孩子免费做衣服。但她年轻时因为家里穷，偷过邻居一块布料，后来虽然还回去了，却一直没敢道歉。她去世后头七那天，家里的缝纫机自己转了起来，缝出的线迹歪歪扭扭，还掉出了一块旧布料，正是她当年偷的那块布料的同款。许奶奶的孙子找到我说，奶奶生前总说这块布料是她的心病，每次看到类似的布都会叹气。我告诉她，这块旧布料就是业镜，上面负责许奶奶未道歉的愧疚。后来许奶奶的孙子找到了那位邻居，此时邻居也已年迈，替奶奶道歉，邻居笑着说早忘了，当年他还布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他不是故意的。当天晚上缝纫机停了，第二天早上那块旧布料上的褶皱都舒展开了。许奶奶的孙子说，他梦见奶奶在缝纫机前缝衣服，笑得特别轻松。这就是业镜被化解后的状态，魂灵带着无憾的业力，安心走向轮回。说了这么多案例和理论，其实就是想告诉大家，头七归魂不是迷信，而是神魂规律的体现。中医讲天人合一，阴阳两界也有自己的规律，头七就是魂灵从阳到阴的过渡阶段，而魂牵、命引、业镜就是这个过渡阶段的必需品。这里还要补充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点，魂灵在头七归魂时，对气场环境特别敏感。如果家里气场杂乱，比如堆放太多杂物，经常争吵，会干扰魂灵与灵物的连结，导致魂灵无法顺利取走灵物。所以在头七前后，最好保持家里整洁、安静，多点燃艾草、檀香等能净化气场的香料，为魂灵创造一个平和的环境。对待头七归魂，我们要做的不是害怕，而是理解和帮助。第一，要回想逝者生前最在意的东西，无论是食物、文字还是心愿，把它们找出来，放在逝者生前常去的地方，让魂灵能取走。比如逝者喜欢的书籍、常用的工具，甚至是一句未说出口的叮嘱，都可能是灵物的载体。第二，要保持敬畏之心，不要随意丢弃或损坏逝者的物品，尤其是那些有特殊意义的东西，因为它们可能就是灵物。有些家人会在逝者去世后，很快扔掉逝者的物品，
这很容易导致魂灵找不到灵物，引发怪事。第三，如果遇到怪事，不要慌张，也不要用暴力手段驱赶，比如撒狗血、贴符纸，这些方法不仅没用，还会激怒魂灵，加重执念。最好的方法是找懂阴阳规律的人帮忙，或者自己静下心来和魂灵沟通，了解他们的需求，帮助他们完成心愿。沟通的方式很简单，比如对着逝者的照片说话，告诉逝者有什么需求，尽管让我知道，只要心诚，魂灵就能感知到。最后再讲一个案例，有位姓孙的老太太，生前最喜欢养花，家里的阳台全是她种的花，尤其是月季，她走之前还在给月季浇水。她去世后，头七那天，阳台的月季花全开了，比平时早开了1个月，而且每朵花上都有一滴露水，像是眼泪。孙老太太的女儿说，她母亲常说花是有灵性的，你对她好，她就对你好。我告诉她，这是孙老太太的魂灵在找魂签，也就是那些月季花。花是孙老太太情感的寄托，每一朵花都凝聚着她的心血，魂签附着在花上，魂灵通过让花提前开放的方式，传递我来了的信号。她放不下自己养的花，魂灵取走魂签，才能安心离开。后来孙老太太的女儿每天都给花浇水，还把花分给了邻居，让大家一起养。这种分享的行为能让魂签的能量得到延续，也让孙老太太的情感以另一种方式存在。当天晚上，阳台上的花没有再出现异常，第二天早上，每朵花上的露水都消失了，花开得更艳了。这就是最温柔的头七归魂，魂灵带着自己的魂签在花香中离开，留下的是温暖的回忆和生命的延续。所以大家要记住，头七不是鬼魂作祟，而是魂灵最后的告别仪式，也是他们进入轮回的必经之路。我们要尊重这份规律，帮助魂灵找到灵物，斩断执念，这样既能让逝者安心，也能让生者平安。毕竟生死轮回，因果循环，善待逝者就是善待自己，也是对生命最好的敬畏。我们下期再见。